姥姥是个没落的地主家的女儿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她，却在10来岁的时候经历了家族的落败。为了生计，不得不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去到姥爷家做了童养媳。在我记忆中，每天早上她会认认真真地拿出她那根擦得发亮的银夹子，把头上灰白的发丝整整齐齐地拢在脑后，穿上将洗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衣服，对着镜子再三照了，确认无误，才开心地带着我出门。哪怕他去猪圈里喂猪，他都会把自己的衣角发梢整理得妥妥帖帖的才出门。他总是笑着说，这是给自己看的。阳光正好的时候，即使是一个人吃饭，他也在院子里的小桌子上铺上干净的桌布，弄上2、3个简单的小菜，烫上一壶小酒，在暖暖的阳光下，一个人也吃得心满意足。村里闭塞，家中很少会有外人来，但他会每天清早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也会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，在自己的小院种一些花花草草。看着花开满园的时候，他总说，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。姥姥一生尽管过得拮据又质朴，但她从来都是认真地过着每一天的生活。王小波说，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，还要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。我人到中年才逐渐明白，在姥姥一生中，那些粗糙的柴米油盐里有着她精心培育的生活的玫瑰。她无非通过这些小小的仪式告诉自己，不想辜负每一天的生活。当活着成为一种仪式的时候，内心的丰盈和从容不过就是认真的活着，细细的品味。我很喜欢花，情绪上来了，会买不同品种的鲜花，插满家里的各个角落。自从在家写作开始，我更是会隔一段时间去花市买回来许多鲜花，淡雅的水仙，香味浓郁的风信子，香水百合，热情的玫瑰，还有我最喜欢的红蔷薇。前些日子在电梯里碰到了一个邻居阿姨，她看到我手里抱着一大把蔷薇，萱萱妈妈，你又去买鲜花了，这花能养几天啊？差不多7、8天吧。冬末初春的低温天气里，这花已经算是精养的了。我笑着回答她，这花很贵吧？我听说要好几块钱一支呢，花这钱还不如买点吃的。她不赞同地摇摇头，再热情地和我说了很多她认为对的道理。世界上的人千姿百态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多好，但每个人对生活都会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。我笑了笑，对他点点头。没一会儿，电梯到了，我抱着蔷薇，微笑着跟他挥手再见。我知道邻居阿姨的道理很实用，但满怀的花香却让我感觉好像抱着整个世界一样满足。每当清晨醒来，睁开双眼，花开正浓，色彩缤纷，能给我带来一天的好心情。工作累了，嗅着满屋子的清香，心里的疲惫一扫而光。曾彦斌的书其中有一段话，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可以散发出光芒。我们需要不断庆贺眼前的美好，方得以无畏前行。爱和美是我们对庸常生活所做的最大的改变和不妥协。没有鲜衣怒马，我有烈焰繁花。柴米油盐里的玫瑰会让我闻到生活里各种美好的芳香。
有人说，奥黛丽·赫本的经典影片《蒂凡尼的早餐》里，霍利会穿着黑色小礼服，戴着华美的珠宝，在蒂凡尼精美的橱窗前慢慢地将早餐吃完。可颂面包与热咖啡宛若变成盛宴。这诗意的仪式感让苍白的生活光滑熠熠，映照着霍利心中美好的向往。在中国历史长河，有一片绮丽时空叫民国。高晓松曾经在他的节目里说，他最希望穿越回去的时代，一是春秋，二是唐宋，三是民国。那是中国历史上文人、知识分子地位最高的3个时期。前些日子，我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一张老旧的照片中，有一个令人惊艳的老太太，面容端庄，清秀文雅，目光宁静善良，有着与年纪不符的犀利明亮，满头微卷的银发似学者般儒雅，却不酸腐，身着旗袍，面庞轻柔，姿态极为优雅。她就是郑念，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名媛，最后的贵族。1966年，疯狂的10年初期，郑念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入狱。1973年出狱，在狱中近7年的时间，郑念被审讯、禁食、单独监禁、精神虐待，甚至拷打，受尽了折磨。但他始终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。在狱中，大部分囚徒都万念俱灰，狼狈不堪。但对郑念来说，不论身处怎么样的逆境，他依然把自己活得从容优雅。不能因为风吹乱我的头发，我却不去搭理；有污弄脏我的衣服，我却无视一切。他借扫帚打扫屋子，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，每天清洗自己，甚至在看守员嫌麻烦时，振振有词地背出毛主席语录，以讲卫生为光荣，不讲卫生为可耻，使得看守竟无言反驳。他还借来针线，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，给贮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灰尘。恶劣的环境没有使他变得随便与敷衍，他依然坚持对生活的要求，沉着冷静地面对发生着的一切，在陌生而糟糕的环境中觅得新的生机。每当命运毫不留情地把他的生活弄皱，他都依然坚持着，用自己的信念把生活一点一点地熨烫平整。哪怕生活再难，他的心里始终编织玫瑰。小王子在驯养狐狸后的第2天去看望他。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来，狐狸说。比如说，你下午4点钟来，那么从3点钟起，你就开始感到幸福。时间越临近，我就越感到幸福。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，这应当有一定的仪式。仪式是什么？小王子问道。仪式就是使某一天、某一时刻与其他日子、其他时刻不同。狐狸说。人们都说，人生最幸福的状态莫过于有人爱，有事做，有所期待。我想，狐狸的仪式感就是有所期待吧。当代神话学大师约翰·坎贝尔在《神话的力量》中说，很多人认为人类所追求的一切就是生命的意义。我不同意，我认为人们真正追求的是一种存在的体验，因此我们的肉体才能和心底的存在感与现实感产生共鸣，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存在的喜悦。人的一生都是在仪式中度过的，从满月到毕业，从婚礼到葬礼，无数个仪式提供无数个身份，让人们和你一起得到认同。
生活的那些繁琐的仪式，除了是对于过去生活的告别，对未来生活的开启仪式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寻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喜悦。那些看似细腻、复杂、冗长的过程，都是我们对自己、对爱、对生活虔诚又认真的告白。就像梭罗所说的一样，我步入丛林，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，我希望活得深刻，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，然后从中学习，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。